到底什么是低空经济？它最大的应用场景在哪里？普通人能不能吃到这波红利？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一口气给你讲透低空经济。首先，我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低空经济是什么？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可以自己在脑袋里面把画面生成一下，或许立马就会有概念了。想象一下，周末你在家追剧，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架无人机呢正稳稳地停在你家的阳台上，放下了刚送来的热乎乎的披萨。几分钟之后，它又飞向了隔壁楼的小阳台，完成了下一单。第二天清早是早高峰啊，路上挤满了汽车，你一琢磨，哎呦，这儿是周一，可不能迟到啊。于是你便轻轻松松地走到楼顶啊，随手叫了一辆eVTOL，虽然比普通的的士要更贵一些，但是仅仅10分钟你就已经从郊区抵达市中心的办公室了，而地面交通还在龟速前进呢。忙完了手头的工作，是时候需要关注一下诗和远方了，因为你在远方是有农场的。一架农业无人机正在忙碌地喷洒着肥料，既精准又环保啊！正是在它的帮助之下呢，你省下了大量的人工，也节约了大量的用于灌溉的水。好，咱暂时回到现实啊，因为我刚才说的一切你都是会实现的。这种把天空用起来的新的经济模式就是低空经济了。简单说啊，它是围绕离地1000米以下的空域资源啊展开的各种商业活动，比如通用航空服务，如短途的客运和货运；低空旅游服务，如直升机观光和热气球体验，以及无人机应用，如物流和农业植保等等。如果把城市的地面交通比作平面网络，那么低空经济就像是在这张网络上呢又叠加了一层空中高速路。它不仅能够让人和物在天空当中流动起来，还能够带来更多的新生意、新体验和新机会。但你知道吗？低空经济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新概念啊，它早就已经有了啊。回想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听到无人机送货和飞行汽车的啊？是不是已经很久了？可为什么低空经济那时没火，现在却特别火呢？主要原因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技术进步、政策红利和市场需求。它们共同作用推动低空经济从梦想走进了现实。我们先来说技术进步啊，一句话总结就是飞行器更便宜、更智能了。过去的低空飞行器，比如直升机和轻型飞机不仅造价高昂，还操作复杂，普通人几乎是望尘莫及的。你再看现在，无人机、轻型固定翼飞机，甚至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及 eVTOL 都正以技术革新为低空经济注入动力。现在的消费级无人机只需要几千块钱一台，工业级无人机的成本也在不断的降低，同时性能和智能化程度都大幅提升。自动驾驶避障感知、5G 通讯技术的成熟呢，让低空飞行器更易操作，也更加安全高效了。同时电动飞行器的普及让低空飞行变得更加的绿色安静，为进入城市空域扫清了障碍。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二个重要原因：政策红利。过去的低空空域大多都是军方管控的区域，普通企业或者是个人想飞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啊。但是近年来，低空空域逐步开放，成为了国际趋势，尤其是在我国。现在多地已经在试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了，比如四川、广东等地允许在限定空域内进行商用低空飞行活动。政府也鼓励发展低空经济产业链，出台了针对无人机、低空旅游的扶持政策，为低空经济扫清制度障碍。第3个原因就是需求终于开始爆发了。随着城市化的加剧，人口增长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的地面交通和物流系统已经难以满足需求了。物流上更快送达的即时配送需求不断的增加，旅游上体验式消费受到了追捧，直升机观光、低空游览大受欢迎，以及应急救援在地面交通无法覆盖的偏远地区，唯有靠能够快速到达的低空飞行才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吧。好，低空经济显然已经是蓝天的财富了，但这笔财富最大的落地场景在哪儿呢？你可能想不到，因为它是农业。今天中国低空飞行器98%的飞行时间都是由农业无人机来贡献的，因此毫无意外就让农业成为了低空经济最大的应用场景。这一点在我参加了今年极飞科技的年度大会之后呢，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在深耕农业科技9年之后，他们再一次升级了自己的无人机，最新款的 P150 Pro 最大载重已经来到了惊人的80公斤。通过模块化的设计，它可以扮演喷洒、撒播、运输和航测4个不同的角色，并且每一种角色都展现了其强大的智能。你只需要在手机上面的极飞龙服 APP 里面下达指令，剩下的工作交给它就行了。农业原来也可以这么轻松啊！农业原来也可以很酷嘛！这是我曾经很难想象的，因为效率和精准度已经困扰传统农业生产很久很久了。无人机恰好就解决了这2个问题和传统作业对比人工喷洒农药一天最多能够覆盖几亩地，而一架农业无人机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完成上百亩地的喷洒。特别是大田作物种植区，无人机能够大幅减少农民的体力劳动，让农业生产更加的现代化。
同时无人机配备了精准的喷洒系统，比如极飞的第5代锐喷系统，可以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分配不同浓度的农药、肥料，大幅减少浪费，保护环境，同时降低成本。这些农业无人机不仅能够喷洒农药，还可以用来播种、监测农田、分析作物生长情况，甚至能够在自然灾害时快速评估农田的损失，为农业保险提供支持。难怪他们会霸占98%的飞行时间啊！可你要知道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农业用地面积大，而且目前农业无人机的普及率还不到10%，潜力可是相当巨大的。再根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农业无人机市场的规模将高达数百亿美元，尤其是在中国、美国、印度这样的农业大国，需求尤为旺盛。需求旺盛就意味着机会啊！你有没有闻到钱的味道？我已经闻到了。那普通人该如何抓住这波低空经济的浪潮呢？我有4点建议。第一，学技术，做飞行蓝领。低空经济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比如你可以成为一名农业无人机的飞手，它不仅需求大，薪资也颇具吸引力。另外，学习无人机相关的操控维护技术，进入物流安防等热门的行业。第二，小投资做服务提供商，如果你有一定的资金，可以投资无人机相关的小型创业项目，比如提供农业无人机的服务，针对中小农户进行农田的喷洒测绘等服务，也可以开发低空旅游线路，结合热气球、无人机观光等项目来吸引游客。第3点是关注行业投资机会。低空经济的产业链包括飞行器制造、配套技术的研发相关的服务业，你可以通过关注无人机上市公司、低空经济服务商等等。第4，你可以跨界结合创新模式因为低空经济的潜力远远可不止航空领域本身比方我们已经讲到的，在农业领域开发与无人机结合的新型农业服务模式，而在物流行业呢，推动最后1公里配送的低空解决方案总之低空经济就像是一片刚刚开放的蓝天，而你要知道蓝天可比蓝海要更大哦。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是火箭叔，别停下去探索。我发现你们真的是很喜欢大脑被知识冲刷的感觉。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学习一下无线电波到底是怎么传输视频的。老是有人不相信阿波罗登月年代的技术能够用无线电把直播画面给发送回地球，但各位你们要明白无线电通信的起点实际上已经追溯到1895年了。你说一项技术又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中间还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的催化，它能够完成这一点点的工作有啥难的呢？下面就请搬好小板凳，通通听好了。无线电波跟所有的电磁波不一样，为数据传输提供了动力，但是不经过调制的电磁波传输就会很像是将一根羽毛扔过房间一样，会受到各种干扰的影响，从而根本无法工作。所以调制是利用无线电波传输信号的关键。将波调制到高频信道，就像是把羽毛绑在箭上，这样就能够顺利的命中目标了。那如何调制呢？我们首先就得回到有关电磁波的基础知识上了，一起重新认识频率、波长、振幅和相位。频率描述了在1秒钟内有多少个电磁波通过一个给定的点，单位是赫兹。1秒钟通过一个波就是1赫兹。波长呢，则是从一个波峰到另外一个波峰之间的距离。而振幅描述的是从静止位置到波峰顶部或波谷底部的最大距离。相位则描述了2个具有相同频率和波长的波，其波峰和波谷之间的位置关系。如果2个信号的峰谷在同一时间对齐，那么它们就是同向的在重温了这些知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讨论调制了。调制会使用高频波作为载波信号，然后再根据需要发送的消息信号来改变该无线电波的某一个属性。通常情况下，主要采用2种调制方式：幅度调制，即我们所说的调幅 AM， 和频率调制，即调频 FM。AM 调制在保持电磁波频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其振幅来传输信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用不同的音量来说话，有时大声，有时小声。而 FM 调制则是在保持振幅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波的频率来传输信息。同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说话时不断的去调整说话的速度，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在调制好无线电波之后呢，就可以对外广播了。接收方通过天线捕捉到这些波之后，再解调一下，就能够把它们恢复成原始信号了，是不是很简单啊？对了，抱歉我好像忘了说电视画面在一开始到底是怎么变成波的，那我就来补充一下就拿阿波罗的电视直播来举例，在调制之前还有2步：信号生成和信号编码。摄像机会将拍摄到的图像转换为模拟的视频信号，这个信号包含亮度信息 Y 和色度信息 C。
亮度信号表示图像的明暗程度，而色度信号表示图像的颜色信息。当然，在阿波罗的例子里面，电视画面是黑白的，于是就只需要记录每个像素的亮度信息，而无需记录颜色信息了。除了画面，麦克风也会将声音转换为模拟电子信号。接着就要对信息进行编码了。由于地月之间距离38万公里，带宽也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阿波罗任务使用了低分辨率和低帧率的电视信号，即320扫描线和每秒10帧，来减少数据量，便于传输。这是一种被称之为 SSTV 慢扫描电视的技术。在 SSTV 中，图像被分成扫描线，每条扫描线对应1行像素。SSTV 系统将图像的每条扫描线逐行编码，生成相应的信号。它常用的调制方式是调频 FM， 将每一个像素的亮度值转换为相应的音频信号。通常黑色像素对应的频率最低为1200赫兹，白色像素对应的频率最高为2300赫兹，灰度像素呢就在它们之间。调制后的音频信号通过登月舱上面的高增益天线发射到了地球，被位于澳大利亚帕克斯天文台的大型抛物面天线接收。类似这样的接收站呢，就是为了捕捉极其微弱的信号而存在的。它们连来自宇宙深处的信号都能够收得到，所以真的不用担心来自月球的信号收得到收不到了。然后地面站的解调器将接收的音频信号转换回图像信号。由于信号是 SSTV 格式，解调过程就包括将音频频率转换回像素的亮度值，并逐行重建图像。最后呢，重建之后的图像信号被转换为标准的电视格式，比如 PAL 或者 NTSC， 就能够在普通的电视机上面播放了。怎么样，你们学会了吗？当然没有学会也不要紧啊，反正我们的目的也只是冲刷大脑而已。那大脑冲刷完毕，我们也得冲刷一下耳朵吧。赫格塔雷 BK 音响，蓝牙连接，内置锂电，连续听它20个小时没有压力，外观时尚，音质卓越。摩雷的表现一直都很惊艳，我愿称它为是移动的音乐厅。在好音箱里面，它超便携；在便携音箱里面，它超高音质。点开咱们左下角的链接，它就是属于你的啦。昨天视频留言里面有人问我这只老表的辐射怎么会这么强呢？很简单啊，因为它的指针上涂了镭。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雷姑娘的故事？那我今天就讲给你们听听啊。1902年的4月20日，经过多年的努力，玛丽和皮埃尔·居里，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成功地分离出了一种全新的元素——镭。那个时候的人们对放射性的了解还不多，但大家普遍就会认为它对人体是有积极作用的，尤其是在杀死癌细胞方面。另外，镭的发光效果也会让很多人相信它具有神奇的健康功效。在无良商家的推动之下，镭就被添加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当中了。人们可以买到含有镭的巧克力和零食，或者购买镭涂层的罐子来储存饮用水。镭被加入到化妆品、护肤品、牙膏，还有其他的洗漱用品当中。市场上甚至还有镭膏药、镭糖浆、镭酸剂等等药物，据称可以治疗所有的疾病。人们还会去镭疗养院享受镭浴和镭桑拿，的确是一个雷人的时代啊！人们并不知道含有极高放射性的镭实际上是非常致命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战还又帮镭推波助澜了一把。镭的另外一种用途开始显现出来了，将其混入颜料当中，可以使其在黑暗中发光，这就使得镭成为涂覆手表表盘、控制面板和仪表盘的理想材料。镭为战场上面的士兵提供了急需的照明，而无需依赖灯具或者是其他的笨重的设备。从1917年开始，对镭涂层表盘的需求激增，美国的镭公司开始在多个州建立工厂，其中就包括一些专门从事表盘绘制的工厂。绘制表盘嘛，当然是细心的女工才能够驾驭的。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啊，薪水不错，工作环境还相对舒适，技术性强且受人尊敬。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还能够天天免费接触到人人都爱的镭啊！他们需要用含镭的颜料在新印制的表盘上一笔一画的涂上需要发光的部分。为了确保精确，女工们被要求在每次描画之间用舌头去舔画笔的尖端，以使其变尖。舔颜料，还是舔带有放射性的颜料，你敢想吗？但那个时候，女工们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啊，因为大家都认为镭具有健康益处嘛，甚至还有人花大价钱去镭疗养院或者购买含镭的产品呢。而这些女孩子在公司里面却可以免费使用这些物质啊，那不高兴坏了吗？于是工作之余，她们就会用镭涂抹牙齿和指甲，使其在晚上跳舞时闪闪发光。可是不久厄运开始降临。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数百名曾经担任表盘画工的女性开始感到牙齿和下颌疼痛，许多人不得不经常去看牙医，每次
次就诊都会掉牙，他们感到疲惫不堪，疼痛不止，有的人下颌骨呢充满了孔洞，变得脆弱不堪。但起初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病症跟雷有关，直到1925年，愚钝的人们才慢慢反应了过来。雷姑娘当中有一个典型的代表，名字叫做格雷斯·弗莱尔。她由于工作中摄入了太多的雷而患上了癌症，她的脊椎骨碎裂，需要金属支架来支撑。她的下颌长出肿瘤和脓肿，疼痛不断，她脆弱不堪，身体几乎崩溃。于是她决定起诉前雇主。尽管起诉本身也很艰难，但最终还是获得了成功。随着格雷斯的故事被报道，含雷产品的销量开始断崖式的下跌了。人们终于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核辐射非常致命啊！这只手表呢是1940年代生产的，是英国战争部专门为英国士兵定制的一批军表。当时手表上使用的夜光材料依然还是含雷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它早就无法在夜晚发光了，但是其放射性还是相当可观。我之前呢也跟从前那些愚钝的人们一样，没有把它当回事，直到有了它菲利瑞斯核辐射仪之后，才把我叫醒。妈呀，真不能天天带它啊！这平均4-5微西弗每小时的剂量，相当于我一直都是在给我自己照 X 光啊！感谢你了。当然，如果你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需要经常接触到特殊环境和特殊物品，比方说工业、矿场、核电站、医疗 CT、X 光放射环境，以及大理石建材、日本进口食品、化妆品等等，建议你也要带一个它哦，因为它真的很灵敏。而且最近618，它目前已经降到了第3家。品牌方告诉我，过了大促，它一定会涨回来的，不然亏死了。那好，各位要下手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吗？赶紧抢啊！今天让我们继续用知识冲刷大脑，一起学习海上钻井平台是如何工作的。各位可得站好扶稳啊，因为晃动是在所难免的。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不同的海上钻井平台的类型。大体上呢，有以下这3种：固定平台、顺应塔平台和浮动平台。固定平台适用于深度在500米以内的水域，它通过巨大的钢铁或者是混凝土桩牢牢地固定在海底。这些桩基不仅提供了平台所需要的稳定性，还能够承受恶劣的海洋环境。跟摩天大楼的地基一样，作为固定平台的桩基，它的作用至关重要。顺应塔则应用在当水深在450米到1500米之间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想要从海面直接打一根超长的桩子下去已经不太现实了。这种平台比固定平台要高得多啊，也必须能够在更深的水域当中稳定工作。通过使用柔性元件，例如柔性腿或者轴向管，它可以减少共振并减弱波浪的影响。于是，在面对波浪和风力时，顺应塔依然能够保持稳定。但一旦到达了更深的水域，比如深度达到了3000米以上之后呢，顺应塔就不具备经济性了，我们就需要使用浮力钻井平台。浮力平台包括半潜式平台和钻井船。浮动平台依靠大型的浮筒提供浮力，能够在海上漂浮，并通过锚或者是动态定位系统保持在指定的位置。浮筒内部可以注水以调整平台的浮力，以确保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依然稳定。一些钻井平台还在浮筒的下方配备了螺旋桨，便于调整位置。一旦到位浮筒结构就会慢慢的注水，使其保持在海平面以下。工作甲板则漂浮在水面以上。由于其大部分质量都是在水面以下的，所以即使海面波涛汹涌，平台也会十分稳定。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海上钻井平台的核心部分——钻井过程石油位于海床下许多的岩层之下，所以想要把它提取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我们就需要使用一套所谓的提升系统。提升系统用于将钻柱下降到海床上，以确保钻头精确地到达预定位置。钻头被放置在一个大管子当中，它被称为套管。套管的顶端部分称为井口。当接触到海底时，钻头开始往下钻进。与此同时钻井液也称钻井泥浆会被泵入其中，它会起到3大功能：冷却和润滑钻头，推动挖出来的泥土和岩石离开套管，防止井壁塌陷。它还可以平衡地层压力，防止井喷。钻井液通过泥浆泵从平台泵入钻柱的内部，通过钻头喷嘴喷出，携带着岩屑沿钻柱与井壁之间的环形空间返回平台。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岩屑通过振动筛等设备被分离了出来。净化之后的钻井液会再次循环使用。当套管深入到足够深的地方时呢，它就会保持在原位了。钻头将继续向下钻进，接着钻头会被拉出孔洞，然后安装较小的套管。为了将套管固定起来，水
泥会被泵入其中，随后是泥浆，它们之间呢是一个用于分离彼此的塞子，塞子会推动它下面的水泥，使其进入到套管与井壁之间的环形空间。在凝固之后，水泥会形成套管柱，将套管固定在井壁上，这一过程称之为固井，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井壁塌陷和井液渗漏。当孔越转越深时，这个过程会不断的重复，套管会越变越小，直到抵达含有石油的岩层。如果从剖面图来看的话，这个海底钻井应该长得是很像拉出来的收音机的天线。当钻到接近石油层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就必须要被安装到井口顶部了，它叫做防喷器 BOP。这个设备的目的是防止高压油从平台喷出，造成意外。海底石油的压力可能会极高啊，一旦喷出就被称之为井涌，而井涌可能导致一种潜在的灾难性事件，成为井喷。防喷器有2个环形密封件和多个管柱剪切装置。环形密封件设计成甜甜圈的形状，当它收紧时可以密封井口，以防止石油上涌。管柱剪切装置配有钢刀片，如果高压油进入到钻柱，这个装置会关闭，钢刀片可以切断钻柱，然后永久封闭井口，当然也就有效避免了事故的发生。当石油成功的从海床底下提取出来时，它将被泵入管道，并输送到陆地上的设施。在某些地方海底输油管道可谓是错综复杂，比如墨西哥湾。你看这张图有没有一点神经网络的感觉？当然啦，因为它们是连接着地球的神经了。除了核心的提升系统，海上钻井平台上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关键设施。这里是起重机，它用于在船只和钻井平台之间运输物资。生活区是工作人员的住宿、用餐和休息场所。直升机停机坪则用于快速的接送工作人员，紧急救生艇则是为了在危险情况下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这里还有很多个液体储存罐，它们用于储存水或者是燃料，例如柴油，发电用的柴油。这里还有一个火炬塔，它通常用于燃烧易燃气体，因为提取的海底石油可能会含有可燃气体，这些气体必须从石油当中分离出来并燃烧掉，以避免任何可能的爆炸。好了，你学会了多少呢？下一期又想学点什么？赶紧留言来告诉我吧。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消息，就说无人机现在在国外是特别的火啊，但是很多大爷大妈们就不太乐意了，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都不太容易睡得着觉嘛。而无人机我们都知道啊，它这个螺旋桨只要一启动起来呢，就会吵得不得了。这回它摊上事儿了。于是麻省理工的一个团队呢，就专门为此开发出了一个号称能够实现静音效果的奇怪螺旋桨出来。本尊长成这副模样，有点像是做失败了的甜甜圈的造型啊。他们把它叫做环形螺旋桨，据说能够降噪50%，并且还不会损失推力。它是怎么实现的啊？其实就是将原本开放的夜间涡流给兜回来嘛，减少它的往外扩散，于是你就不怎么容易听得见了嘛。这里要补充一下啊，夜间涡流的确是一个噪音的疯狂制造者啊，也是所有螺旋桨设计者都会着力去解决的问题了。你看很多螺旋桨的尖端要么是上翘的，要么是下弯的，要么呢造型就是跟主体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其实都是为了减少涡流，从而降低噪音嘛。只不过这一次呢 ，MIT 实验室稍微走得远了一点点而已。但是我看了很多国外博主的测试啊，好像压根儿就没有那么神嘛。那好，我手上正好有这么一个玩具的无人机，我是不是也能给它做一个环形螺旋桨出来装上去试一下呢？好，说干就干，咱们用 Fusion 360建模，然后 3D 打印出来。当当当，这个呢就是打印好的环形螺旋桨了啊，既有用 FDM 打印出来的，也有用光固化打印出来的，咱们分别来试一试啊。先来装 FDM 的。可以看到虽然我用的是层高只有 0.1 毫米的超精细打印，但是层纹呢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在叶片较为薄的部位其实已经有点打不出来了。这差不多呢就是 FDM 的极限了，所以打印出来的环形螺旋桨并不光滑，理论上是肯定会影响到气流的，但是咱也没有那么科学啊，就直接忽略了吧。另外打印这样的精细零件也需要特别注意打印的速度啊，千万别太快了。你看，这是我一开始用竹子来打印的，没有降低速度，而是使用了它默认的高速，直接就把正圆形打成了一个椭圆。所以好机器也是要好好设置才行的。反倒是这台响尾蛇 X2 慢慢打印出来的要好很多。好，装好了。其实下面这个6边形的孔呢是比原装的稍微大了一些啊，只能说这次的模型勉强能用而已，我们就将就演示一下吧。我只是很担心光固化的孔呢会更大，直接就在轴里面自由旋转了。好吧，开机测试。
哎，启动还不错哦。声音上面有区别吗？很难说啊，好像是要小那么一点点啊。对比一下。好，起飞。飞不起来，完全飞不起来。是环形螺旋桨的效率太低了吗？不应该啊。哦，对了，重量，你看原装螺旋桨0.6克 ，FDM 环形螺旋桨1.6克，还怪不得4个加起来比原先重了4克。可不要小看这4克啊，这对于这种迷你的无人机来说已经是蛮大的重量了。光固化的会不会好一点呢？也是1.6克，好吧，那肯定也是飞不起来的了。但是不甘心啊，还是要试试的。另外，果然光固化的6边孔要更大一些，所以会在轴上滑动，只能把螺丝拧得要更紧一些，临时解决一下了。好吧，翻车的结果我是预料到了的。看来他现在当不了无人机了，只能当气垫船还差不多了。最后总结一下，我的这个环形螺旋桨呢，肯定是有问题的啊。第一，可能是我设计的问题，让它达不到原来的效率，这个我后面会再尝试进行修改的。第二，材料也有问题啊，不管是 FDM 用的 PLA 还是光固化用的树脂，它们都太重了。后面我会配合新设计，用碳纤维尼龙来打印，相比起来呢，它应该会更轻一些，所以希望这样它就能够飞得起来了。另外你还有啥好的建议呢？或者你也跟我一起玩起来吧。用 3D 打印来制作一辆遥控的四驱车，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啊，独特到让人又爱又恨。这辆侏罗纪公园里面的牧马人拿出去玩啊，它回头率拉满，很多人更是看到它就直接走不动路了。但是拿回来修嘛，痛苦值也是拉满啊。我这已经是第4次把它大卸八块了，而且几乎每次都得来个大修啊，不是拆开前后桥的差速器，就是直接在这辆车的动力中枢齿轮箱里面动刀子。哎呀，这种苦外面的人看不到啊，只有手搓党自己才知道。基本上它的故障呢，都是出在了材料不够硬上面。PLA 不行 ，PLA-CF 就是碳纤维加强版的 PLA， 有时候也是顶不住。那直接上尼龙吧。说实话，对打印机和用打印机的人来说都不是太友好。我平均需要打印4次左右才有1次能够打出稍微让自己满意的程度。所以这次它的齿轮箱又挂了之后呢，我就把它晾了很久就是在想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处理它呢？正巧这个时候黑格给我寄来了一瓶高强高韧的光固化树脂。我一琢磨，嘿，要不我就用它来试试。我之前的思路总是停在用 FDM 的框框里面，为什么不干脆跳出来试试光固化呢？说干就干啊，马上就打印起来。黑格的这套光固化解决方案，打印机、固化机和清洗机，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已经比较详细的介绍过了。在那个视频之后，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是在高负荷的使用它们，因为它们让我实实在在的又找回了用光固化打印模型的乐趣啊！加上黑格也新推出了几款树脂，我就特别想要试试它们。话说回来啊，换作是在以前，我对新树脂的探索欲可没有这么强啊，主要还是怕麻烦。但黑格的这套系统真的就打破了我的顾虑，从第一次开机的初始设置、辅助调频，到电脑端的导入模型、切片、发送，再到打印、清洗和固化一路丝滑，我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遇到卡点，非常的友好。所以还是那句话，强烈推荐给设计师和工作室来使用，他们真的是可以帮助你把重心放在创作上，而不是对打印机本身的折腾之上的。我很喜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是在玩 3D 打印还是在玩 3D 打印机呢？这是2个明显不同的需求啊。对于喜欢折腾的个人玩家而言，买一些需要自己组装调试的机器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只是将 3D 打印机作为工具，尤其是生产力工具的个人以及工作室来说，那 3D 打印机就应该变得越透明越好，越无感越好了。你就无脑的用它就行了嘛。FDM 破除是做到了。现在光固化，我觉得黑格也做到了。你看我的这组齿轮已经打印好了，黑格的这款高强高韧树脂是黑色的，看起来还不错啊。我们组装起来试一下，齿轮几乎不需要怎么打磨，我这次只需要将其中的一面就是在拆除支撑后留下来的凸点的这一面磨平就好了，非常简单。对了，其实黑格的支撑也是一个很赞的部分。第一呢，我所有打印的零件的支撑全都是用 Blueprint Studio 自动生成的，根本就没有手动过，而他们一次也没有翻过车，哪怕支撑的要么是极细，要么是极大极重的零件。第二，
为什么从来都不翻车呢？因为我用了脉冲玻璃套件，它可以将离心力大大减少，所以既拉不断支撑，还可以让支撑变得更细更小，用起来真的是很香啊！推荐你一定要带上。而且现在还有618活动，这个便宜不占我都替你感到心痛啊！安装齿轮的过程还是非常丝滑的，毕竟这已经是我第 N 次的安装了。希望这次它能真的顶得住啊！你们可以看到啊，我其实并没有把齿轮箱里面所有的齿轮都换成是黑格打印的，因为有几个我已经检查过了啊，原本用 FDM 打印的似乎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咱们就只用光固化来挑打梁呗，看看这次混搭的齿轮箱有没有惊喜，哈哈！有惊喜哦，非常丝滑。我这次还是比较暴力的玩了好一会儿，至少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后续我会再继续去试一试的，如果又挂了，我会再拆开来跟大家聊一聊的。那本期视频的最后呢，我再来说说黑格的另外2款新树脂——水洗树脂和弹性树脂。黑格的这款水洗树脂是真的可以水洗的很干净很干净的。目前我在拿它打印这台 F1 赛车模型的零件，可以看到啊，在只是用水洗并再次固化之后，质感还不错。并不输传统酒精树脂多少，洗过之后就没有粘稠的感觉了，所以材料的亲水性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我还是要吐槽它一下啊，在黑格提供了很方便的清洗方案之后，其实用水洗的优势已经不是很大了。我以前想要用水洗嘛，主要是因为用酒精清洗太过麻烦，但是既然现在用酒精清洗也很方便，那我为什么还非得要选水洗树脂呢？你说对吧？另外，其实这款水洗树脂的气味，我的感觉甚至比其他几款酒精树脂还要来得更大，这点我就不是很喜欢了。最后，重点来了，它的性能表现还是不如酒精树脂。首先是比较脆，其次是表面细节比较粗糙，然后还有讨厌的材料收缩比较明显。所以，除非你是真的很看重仅用水洗就能够洗得很干净这一点，那么它就并不是你最好的选择了。弹性树脂嘛，真的是很 Q 弹啊！我本来是想用它来打印这辆 F1 赛车模型的车轮的，但是发现2个问题：第一，它是透明的，透明的车轮比较另类啊；第二，它的弹性有点超出我的预期了。车轮好像也不该这么弹吧？当然，它的弹性和新鲜感都挺让我满意的。后续我一定会想到它的最佳用途的，到时候再做视频来跟大家汇报。好了，本期内容就先到这儿吧。最后我再提醒你一句啊，黑格的618活动还在进行，主机套餐脉冲玻璃模块。设备耗材都会开启85折的限时优惠，尤其是脉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树脂则是任意3.95折，水洗树脂更是限时199就能买1瓶，当然你最多只能享3瓶啊，非常之划算。赶紧让黑格关其报上暗号科学火箭术，去想想你心动的那一台吧。今天我要带你们感受一把大脑被知识冲刷的爽感，一起来学习小麦收割机的工作原理。小麦收割机也被称为联合收割机，是现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工具。它集切割、脱粒、清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极大的提高了收割的效率。然而它的工作原理也非常复杂啊，所以请办好小板凳，认真听课啊！要是手里面能够拿个面包边啃边听，就更有感觉了。下面我们就来开始啊，先从割台开始讲起。它位于收割机的前部，作用有点像是厨房里面的剪刀。它通常由一系列交错排列的齿形刀片组成，这些刀片在高速旋转的刀轴驱动之下进行快速的往复运动，能够有效的割断小麦秆而不损伤麦粒。这些被切割的麦秆通过一个输送螺旋被送入到机器内部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同时割台还配有自动的调节系统，能够根据地形的起伏自动适应高度，确保割刀始终保持在最佳的收割位置。接下来就来到了喂入系统喂入系统的核心是一组强力的输送链条，它们负责将割下来的麦秆平稳地送入脱粒系统。这里面配备的传感器会实时监测麦秆的流量和密度，通过调节输送速度来匹配脱粒系统的处理能力，从而避免堵塞和效率下降，以适应不同的收割条件。脱粒系统有点类似于料理机里面的搅拌功能，在脱粒滚筒内部装有多个打击棒，当麦秆通过时，高速旋转的打击棒对麦穗进行冲击，使麦粒与麦穗分离，而这些脱离下来的麦粒通过凹板塞掉落到下面的分离系统。脱粒系统的设计考虑到了不同作物的特性，可以调节滚筒的速度和间隙，以适应不同品种的小麦和收割条件。当麦粒来到分离系统之后呢，它会通过转子和筛网进一步将麦粒和麦秆分离。筛网会根据粒径大小分离麦粒和较大的杂质，而风扇则会利用气流将轻质的引壳吹走。转子的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进一步分离麦粒和杂质。现在较为纯净的麦粒就来到了清选系统了。在清选系统当中，风扇和振动筛起
起到了重要作用。风塞通过气流将轻质杂质给吹走，而振动塞则进一步筛选麦粒，确保只有干净的麦粒能够进入到储粮箱。这个过程类似于在厨房当中使用筛子来筛面粉，将杂质去除。清选系统的设计允许调节风扇的速度和筛网的倾斜角度，以适应不同的收割条件和作物类型。清选之后的麦粒被送入到储粮箱当中，这就相当于将处理好的食材呢放入到我们的储物柜当中去储存了。不同系列收割机的储粮箱设计有所不同啊，有的是用于不停收割，能够在100秒内清空13吨的谷物，极大的提高了收割的效率。储粮箱还配备有重量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谷物的重量，帮助农民了解收割的进度。在收割过程当中，难免还会有一些没有完全分离的谷物。尾穗处理系统会对这些谷物进行再处理，通常包括再次脱粒和清选的过程，确保每一粒谷物都被有效收集。当储粮箱满了，就需要将谷物卸载到拖车上。卸粮系统就像是一个大漏斗，通过螺旋输送器将谷物快速卸载，同时通过调节方向，确保谷物能够准确倒入拖车。卸粮系统的设计允许在不停止收割机的情况下进行卸粮，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为了确保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够高效工作，小麦收割机配备了联合收割机顾问自动化技术，摄像头和传感器时刻监控谷物质量、机器负载等情况，就像智能助手一样，确保整个收割过程顺利进行。自动化技术还包括了GPS 导航和自动驾驶功能，能够确保收割机沿着最佳路径行驶，减少重复作业和遗漏。最后剩下的麦秆需要处理吗？切碎和抛洒系统将麦秆切碎，并均匀地抛洒在田间，就像厨房里面的垃圾处理器一样。它的设计允许调节切碎的长度和抛洒的范围，以适应不同的土壤管理需求。均匀分布在田间的麦秆碎还有助于土壤的保水和增肥。好了，怎么样？冲洗过后，你的大脑记住了哪个点呢？